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朝韩在3·8线附近共发生2000多起纠纷。这种武装冲突正在不断的升级，终于于1950年6月25日，大规模的冲突在3·8线上爆发了。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为了配合美军在韩的军事部署，上峰命令立刻在大陆启动代号为“惊蛰”的特别行动。我已任命保密局的王牌功勋特工，代号为二叔的，担任此次行动的总指挥。为此，我特别空降行动组，配合完成惊蛰行动。共产党的新生政权必将在惊蛰行动的打击下摇摇欲坠。保密局在东3省的潜伏人员，保证此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别动！干什么的？科长，昨天晚上有敌人空降我方被发现，打死3人，逃跑2人。是。敌人又有大动作了，抓紧通知局长。是。撤！队长，老周啊，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咱老哥俩最近见面，什么时候闲情逸致过？特务们又有行动。今天凌晨，有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在棋盘山一带进行了空投。经过现场勘查，发现了5具降落伞和3具被我当地驻军击毙的敌特尸体。看来啊，有2名敌特分子潜逃了。据分析，他们的目标就是潜入我春城。哎，你看看这个，这是刚刚收到的。保密局将启动惊蛰行动。惊蛰，并指派代号为二叔的王牌特工担任总指挥。行动的具体内容不详，二叔之性别、年龄、体貌特征无从考证。看来这回敌特分子真不是小打小闹。最近咱们春城的事儿比较多呀，人员流动也比较杂，一定要注意加强戒备。老周啊，在敌特的空投现场查到什么线索没有？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一定不要放松调查。好的，我这就去增加人手，扩大目标的搜索范围。那就辛苦同志们了。陆科长，这就是我们的配电室，舞台上所有的用电全部经过这里进行控制。怎么了？是出什么故障了吗？哦，是这样，今天早晨配电盘出了问题，光明电料厂派了2名师傅正在维修。走，去看看。走。厂长。下面。陆凯，哟，你怎么在这儿呢？我们出去聊。太巧了，真没想到在这儿呢见到你。
我也是，刚才我远远的看见你的背影，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还记得2年前的那个下午啊，天也是这么蓝，树也是这么绿，在那个小树林里，我站在你身后。倩倩，表舅。别忘，这种也值得你为他浪费时间？表舅，我觉得你们之间可能有误会。误会？如果说误会的话，那我对他的误会完全是出于我对他的信任。就像你表哥的结局一样，最终被他的阴奉阳违、背信弃义击得粉碎。魏胜伦，停车！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我不允许你和他有任何来往，以免你步你表哥崔胜文的后尘。表舅，那件事情不能完全怪陆大哥。再说陆大哥他也受伤了呀。受伤？我看那只不过是他表演的一出苦肉计罢了。表舅，倩倩，有些骗子的演技是很高明的，你不能够被他害了，还要为他说好话。表舅，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同志，通行证带了吗？例行检查。有，我找一下啊。忘记放哪儿了？回事啊，陆凯？人跑了，回去再说。我放到医院。陆凯，你没受伤吧？没吓着你吧？崔老呢？他没事儿。那就好。陆凯，你这枪法也太好了，一枪毙命。也不留个活口，我现在什么也问不出来了。刚才真是太悬了，你说这特务多猖狂，在咱们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兴妖作怪，这是陆科长在咱这儿呢，发现及时，眼疾手快，啊，要不然得捅多大娄子，指不定死多少人呢。刘副厂长，哎，这2个人是光明电料行派来的。是啊，刚才电料行马掌柜来电话问这事儿呢。他说什么？他问他的人什么时候回去，你怎么说的？我说老的跑了，年轻的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陆凯，我带人把那个地方监控起来。不用了，我估计这2个特务未必就是电料行派出来的。你的意思是？回去说。新换的变压器都检查过了？不仅是变压器，线路和配电箱，我们都找有经验的人检查过了，没发现任何问题。那他们去电厂干什么？啊，闲的没事了，跑去找你陆凯，故意挨一枪。不过啊，你陆凯的机灵劲儿倒是应该表扬的啊。局长，表扬就算了，只要您把这案子交给我，您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一一解答。哎，这不行，我反对。为什么呀？你看，哎，这个案子是关乎到庆祝大会，庆祝大会是我们侦查科负责的事情，那这是我们科管的案子啊。周局，你讲对不啦？不过根据目前的线索分析，这个老家伙很有可能就是最近国民党空投下来的特务，他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针对电厂。
如果不能尽快的找到他，一旦出了什么岔子，别说你的政治影响了，恐怕你这身军装都得脱掉。不，陆凯，话不能这么讲的。科长，这个，哎，陆凯，干什么去？啊，我尿急，我去趟厕所。哎，周局，你看他这股劲儿，傲气吧？哎，他不是傲劲儿，是急劲儿。科长，石门桥下刚刚发现2具尸体，经家属辨认，正是光明电料行派到电厂的那2位师傅。显然他们是被特务调包杀害的。马上就知道了。知道，他现在正在安慰死者家属。陆公安，有话咱屋里说吧。谢谢。这今天一大早啊，我就派吴师傅跟他小舅子去了电厂。原想着他俩去了早点干完活，好回来再接其他活啊。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着他俩的人呢。没办法，我就给电厂打了电话，这才知道出了大事儿啊！在哪儿发现的尸体？在石门桥，离这儿不到2里地。他俩就躺桥下。谁最先发现的尸体？小六子，就是刚才倒水那孩子。小六子，你来一下。掌柜的，陆公安有话要问你。没事了，出去吧。马掌柜啊，最近有没有人到这儿买些电器元件？比如说电子管、电容器之类的。都是修理收音机、修理电器啥常用的东西啊。那买的人不老少啊。那有没有什么记录？有，这一直都有。可前一阵我这个身体不太舒服，我就没来店里了。然后这些伙计偷懒啥也没记呀。那也就是说没有了。嗯，真不凑巧啊。好了，马掌柜，节哀顺变。哎，陆公安，你得给我们个说法呀！拜托啊！我尽快。虎子，科长，马上布控光明电料行。是。老首长，局长，小伙子，我听说你最近干得不错呀，我是不是得表扬你几句啊？啊？当着大家的面就不要夸我了。作为您的老部下，我一直做的都很出色，这是有目共睹的呀。哎，陆凯啊，李部长现在是咱们省厅的厅长啦，今天来布置重要任务。厅长，咱们开始吧。好，同志们，咱们开始。同志们，自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蠢蠢欲动。现在，他们又策划了一个针对我新生政权的破坏行动，行动代号“惊蛰”。这个行动的目的就是要配合国际上的反华势力，颠覆我们的新生政权。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阴谋得逞。曹少表弟，家中有重大急事告知，
将于今晚6点135.8赫兹发家书一封，请务必前来接收。老家表哥。根据我们内线传回来的情报和对最近一系列案件做出的分析，我们判定敌人的这个惊蛰行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因此，上级领导决定以你们局的业务骨干作为核心，成立一个专门侦破此案的专案组。专案组的代号就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期，全称625专案。啊，老周啊，你把具体分工和任务跟大家说一下。是。根据省厅指示，专案组由我任组长，王副局长陆凯、刘宁任副组长。惊蛰行动，顾名思义，就是要启用大量的潜伏特务，对春城进行破坏。春城作为元朝物资的集中地，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同志们，擒贼先擒王。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的查清那个代号叫二叔的敌特的总指挥。尽管内线传来的情报说，这个二叔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不详，但是雁过留声，蛇过留痕，只要他有所动作，必然就会露出破绽。一旦让我们抓到他的蛛丝马迹，我们就要穷追猛打，坚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厅长，我讲完了。好，同志们，最近敌特的活动非常的猖獗，屡屡挑战我们。当下另一个工作目标，就是将敌特活动的破坏性降到最低。同志们，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哦，这个时间再有发现这信号有异常，知道吧？对，所以说一定要把这咱们信号。小胡，你忙着呢。曹管理员，曹管理员，怎么有事啊？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过来通知一下各部门，局里发福利分带鱼呢。哎，你们赶紧去食堂上领。哎，这是好事啊！怎么样，带鱼多不多？多不多的，反正你一个人拿不了。走不走刘？咱们领带鱼去？不行，咱们这机器还开着呢，怎么办呢？开着就开着吧，反正咱们一会儿不还回来吗？哦，那走吧，走。请于今夜子时来城郊公务一叙，有要事相商。你来了，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让我来这儿？我是谁，你早晚会知道。可是我让你来的目的，我想你应该清楚。我来这儿是因为好奇，别的我一概不知。
那好，我告诉你，你给我听好了。曹创，二叔命令你立刻回归保密局，重新为党国效力。你听清楚了吗？为什么是我？你是我军统培养的人，且在电讯和策略上胜人一筹，因此二叔赏识你，破例给了你这次机会。我说得清楚吗？清楚是够清楚，但我不是你想让我回去我就能回得去。曹创，以你当初背叛党国、向共党投诚的举动，我早可以代表军统把你制裁了，不是吗？时至今日，你要是不知道悔改，满足在共党眼皮子底下苟且偷生的话，那我现在就可以置你于死地。3分钟时间，是死是活你自己考虑吧。放屁！当初要不是你们像垃圾一样把我扔掉，我何至于向共党投诚？现在想扔就扔，想用就用，把我当什么了？垃圾、炮灰、棋子儿？说吧，你有什么要求？每个月给我100块大洋做活动经费。曹创，你胃口挺大呀，竟敢在党国危难之际狮子大开口是吧？这些钱也不都是我自己用啊！我现在孤掌难鸣，不得找一些帮手吗？自从党国溃败以后，那些留下来的潜伏人员，不都是树倒猢狲散吗？重新把他们招回来为我所用，全得用钱。再说了，那些因为活动经费短缺导致行动中断、兔死狐悲的惨剧还少吗？30块每个月。现在党国是危难之际，30块已经是极限了。有些困难，你还得自己设法克服。那我下面的任务是什么？这2天去黑龙山转转。黑龙山？去黑龙山干嘛？准备一下对黑龙山地形的测绘。然后呢？保持联络，到时候会有任务交给你。报告，进来。周局，您找我？这是刚刚截获的敌台电报，你看看。1100，就这？不，这只是电码，电文还没有译出来。不是电运科怎么搞的？距离第一次截获的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了，居然还没有破译出来。敌人这次使用的电码保密级别很高，那我们就可以束手无策。你看看你说的，啊！离开了眼睛耳朵，你还不保护人民了？陆凯，就这4个字，凭你的直觉，说说你的判断。排除汉字表述的意思，应该指的是时间。时间？那你有没有具体目标的推断？目前春城最大的活动就是电厂恢复供电的表彰大会，我查了一下。明天11点钟，正好是大会进行的时间。你的意思是，敌人的目标是春城电厂？只能说是可能。但是局长，这可不比猜谜啊！只要猜透一点，顺藤摸瓜就能把谜底给找出来。这关乎的是春城上百万民众安危的大事，容不得一点差池。目前只能确定一点，就是他们的行动策略。什么？声东击西，欲盖弥彰。
电料行出事，对敌人来说已经是打草惊蛇。他们的目标很可能并不是电厂庆祝大会。1100真正指的是什么？队长，电厂周围我们已经进行了严密的布控。我知道了。那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估计1000人。1000人？怎么，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暂时没有了。科长，庆祝大会已经结束了，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表舅也真是的，怎么说走就走。倩倩，啊？你说什么？什么什么？崔老呢？表舅啊，我刚也还在找他呢，刚接了个电话，着急忙慌的就走了，连我要给他送花都忘了。你知道崔老去哪儿了吗？好像是被你们局长叫走了，现在应该在公安局呢。跟我走。是。哎，你们去哪儿啊？哎。科长，没动静了。我瞎呀！科长，水箱打漏了，化油器也打穿了。需要我再提醒你一遍吗？我瞎呀！我现在想明白了，那个1100指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事件，他们就是想把我们的精力牵扯到会场之上。他们真正的目标一直都是崔会长。崔会长，那现在怎么办？找电话亭什么怎么办？电话亭，科长，街口那边就有个电话亭。你回去通知局里。是。崔会长，可算找到你了。你找我啊？我没时间跟你解释了，恐怕有人要。注意！
科长，你醒了？怎么样？慢点。崔会长呢？哎呀，头儿，你都被炸成这样了，还想着别人呢？你看好了啊，这是医院的病房。崔会长他没事，这些鲜花水果都是他和张倩倩送过来的。你已经昏迷6个多小时了，太玄乎了，我魂儿都快给你吓没了，科长。6个多小时，放炸弹的人抓到没有？还没有。给崔会长打的那个电话查过没有？我早派人查了，但是特务他们是从总线接了根丝线发的，查无可查。哎，科长，你呀，就好好休息吧。什么叫查无可查呀？既然能打过来，就一定能查到。是，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用得着你照顾吗？去。哟，醒了，醒了就发这么大脾气啊？哎，我看看。我没事没事。我看看。陆凯，局里决定给你记功。啊，主要是因为我被炸了吧？也是也不是。我这么跟你说吧，没有不怕死的大无畏的精神，也许你不会挨这个炸。值得大家学习。但是，只知道鲁莽瞎干，不动脑筋找窍门，这个炸挨了也白挨。对，局长说的是。周局，你这个话说的很有哲理的，有高度有水平的。陆凯，你要好好学学的。你拍什么马屁？对呀，给我们留点位置啊，是吧，局长？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衙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大哥，神经科在3楼，不在这里。陆凯啊，俺可是代表恁家乡的父老来的啊，千万不要小瞧俺啊，俺可是有名的。你这唱的哪出这是？报告局长，我唱的是陆凯他媳妇儿，我弟妹那出。咦，你弄啥来呢？谁媳妇儿？谁媳妇儿？你说清楚，你说呢？你就不要再谦虚了啊！弟妹，来吧，进来吧。啊？首长好，俺叫红姑，是陆凯的媳妇儿。这次是他娘，也就是俺婆婆让俺来的。大哥，这就是你不对了。虽然我很优秀，虽然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对象，但你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嘿，你可来劲儿了，你还！大伙人都站在我面前了。姑娘，你别怕，你坐，你坐下。哦。你还不承认你？你呀，煮熟的鸭子就是嘴硬，男子汉大丈夫，哎，敢做敢当啊！这里边有你什么事？你跟他添什么乱？我告诉你啊，我不是吓唬你，你这么做，往轻了说，你这是忽略了公安工作的特殊情况，没有向组织及时说明；往重了说，不仅违反了工作纪律，还另有所图。我图什么呀，涂局长？她不是我媳妇，我就没媳妇。什么？就是啊。哎，领导，这位领导怎么称呼？红姑，这位是我们的大领导周局长。哦，周局长好。周局长，你千万别客气啊，有什么话尽管说啊。哎，来，同志你哎，谢谢同志，谢谢同志。
谢长。坐下，慢慢说。铁蛋儿呢，是俺陆家的独子。请叫我陆凯。闭嘴。铁蛋是他的小名儿。没关系，就叫他小名。哎，铁蛋儿他爹走得早，铁蛋儿6岁那年，他娘就按照那个当地的风俗，给他娶了个媳妇儿，那个媳妇儿就是俺。铁蛋儿12岁那年就参加了那个抗日先锋队，自从他走了以后，他就再也没回过家。哦，对了，那个你看，这个是俺来的时候开的那个介绍信，这个是咱开表彰大会的时候城里来了个记者，给俺和娘一块儿拍的，俺也没拍过照片，也不知道好不好看。曹创，到，你晚上回去安排一下红姑的住处。是，陆凯啊，您放心，俺肯定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谢谢同志，谢谢啊。别忘记了天生。局长，您看俺的事儿，我看这样啊，如果情况属实啊，等你病好之后，你跟红姑完婚。局长，您看是这样啊，我理解您这话的意思，我也明白，红姑是吧？我也明白她的心思，但是人是讲究感情的，你非把两个没感情的人放在一起，那跟申购棚里抢的。说什么呢你？我就是打个。我提醒你，你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公安战士，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辜负了老区人民的情感，这是原则问题。哪儿跟哪儿啊？这两码。哎呀，局长，你可千万别埋怨他，你别怪他。铁蛋说的话俺都明白。你说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了，你让两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硬生生往一块儿凑，那哪里来的感情不是吗？俺就想让你批准，让俺俩处处看。俺俩是处得好呢，就结婚；要是处不好，他觉得俺不适合当他媳妇儿，俺也没关系。俺就像以前一样，对他娘好，对他好，俺也愿意。真的，俺愿意。你看行不行？听见了？啊，红姑说的多好啊！好了，我看这样吧，我们先走。陆凯，你陪着红姑好好说说话啊，不许跟人家耍态度，要真诚。我们走了，红姑。哟，那俺送红姑过分的通情达理，让陆凯这个老侦查员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刘宁，给陆凯家县的公安局发个函，确认一下红姑欺人欺事的真伪。你回来了？你怎么今天就出院了？哎，快快快，你先歇着，快快快！哎呀，这刚烧好的热水，哎，我这儿给你弄上点热水，你把衣服脱了啊，我给你擦一擦，舒服解乏。哎，来了，快点脱衣服啊！哎，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去水房洗洗就行了。怎么还害羞呢？咱这个门是关着的，你怕啥？又没人看见。哦，
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咱俩还经常一块洗澡嘞。你那时候洗的可高兴了，这会儿还害羞了呢。来，我给你剪。哎，你放心，我的衣服是不会脱的，至少你在的时候。那个，你坐下，我跟你聊聊。哦。你别忙了。哦。你说，你想问啥，俺就答你啥。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咱俩还经常一块洗澡嘞。你那时候洗的可高兴了，这会儿还害羞了呢。来，我给你剪。哎。你放心，我的衣服是不会脱的，至少你在的时候。那个，你坐下，我跟你聊聊。哦。你别忙了。哦。你说，你想问啥，俺就答你啥。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呢，只是想跟你聊聊这几年村里的变化，还有我小时候的事儿。你小时候啊？你小时候，咱村里人都管你叫铁蛋儿，意思是调皮捣蛋。哎呦，你没事的时候啊，那就是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你无聊的时候啊，就带着咱村那帮小伙伴到隔壁村跟人打架去了。还记得有一年啊，你弄了一个炮仗绑在咱家那个大黄狗的尾巴上了，哎呦，给它吓的呀，在院子里边跑了几10圈都没停下来。就你，没有你不敢干的事儿。是我吗？是啊。我怎么不记得了？你不光白天调皮，到了那个晚上呀，你都不能让娘睡个踏实觉。俺记着是有一年你生病了，娘怕你晚上睡不踏实丢了魂儿，就让俺陪着你睡，说是这样能护着你。可你好了，你是到了晚上你就发大水，都6岁了你还尿床，你可丢死人了。陆凯有意试探红姑，但红姑一连说了几件事，都没能让陆凯看出破绽。但正是这个没有破绽，更加加深了陆凯心中的疑虑。哟，曹畅，刘科长忙着呢，怎么样？食堂管理员的工作干得开心不啦？开心开心。政府能让我这种投诚之人留在这儿工作，那足见共产党人心胸之开阔，真是让我感激不尽的。我理当效犬马之劳。哎，这就对了。哎，不对，什么犬马之劳？怎么说话的？我们现在是革命同志了，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啊，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啊，哎，不过你能这么想啊，说明你还是有良心的。永远不要忘了，要不是周局收留你，你现在要喝西北风的。那是。行了，事就好好干。啊，那是。哎，饭菜质量一定要搞上去啊。那是。好，我先走了。好，你忙你的。今日一重纠结。科长，干嘛呢？不是我去，是您得去。你去哪儿啊？接人啊！周局长让你去车站接一个分配过来的女干部。让我一科长去接人啊？这可是周局长的命令。厅长的命令也不好使，我还有我的事儿呢。哎，科长，你瞎喊啥呀？谁让你来的？你来干嘛来了？哦，俺看你早上走得早，没吃东西，俺就给你蒸了点这个饼子，这不都是你爱吃的吗？你知道吧？他呀，
可爱吃这个了。他8岁那年，俺家里闹饥荒，结果呢，他就跑到人家地里，偷偷吃了半个地瓜，然后让俺娘啊，啪就把腚给打肿了，哎，就这都没吐出来啊！不是你们瞅什么呀？该干嘛干嘛去！俺就弄点你爱吃的。我不饿，我不想吃。哎，那你想吃啥？你告诉俺，俺回去给你做去。我只要一看见你，我就没有胃口，我什么都吃不下，明白了吗？什么意思？哎，俺又没进过城，俺这好不容易都来了，你带俺到处转悠转悠，俺看看你那些领导什么的，咱都见见。再说了，俺也不是什么地主家的小姐，对不对？俺也不能老在家住着。对，你就是对什么对？局长让我干嘛去？这个分配过来的女干部，人名、车次、接头方式。人名周雨涵，车次258，对方手里会拿一本《人间四月天》。说完了吗？说完了。那你还站在这干嘛呢？我都走了，科长。哎，走了，嫂子。哎，走。谁是你嫂？走。去哪儿啊？接人去吗？不是？接谁啊？他不说了吗？拿个4月，哪有4月天啊？都立冬了。下去，下去。那，路上慢点，慢点。跑得慢了点儿，相信自己，加油！别动！别过来！别过来！你好像又多了一个罪名。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放下手中的刀，争取宽大处理。少来这一套！你们做公安的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告诉你，老子不吃你这一套。你好有骨气啊！我奉劝你一句，别把一桩小案子变成人命案，为了一个箱子搭上自己的性命不值得。姑娘，别害怕，有我在。这位男同志，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我紧张了？接着。人间四月天，你看过？林徽因，我略知一二。林徽因既是建筑学家，又是著名作家和诗人，堪称中国一大才女。可是你知道她的母校吗？美国宾州大学美术学院。那建国之后呢？建国之后，她做的一件大事是什么？参与新中国的国徽设计，我没有说错吧？他没问你。你是周雨涵同志。又是他！郝昭呢？快出来！来，出来看看！啊！原来是一点灰烬都没有，现在可倒好，这稀的还不如喂猪你的泔水呢。又做这回事，这一看就是。郝昭，来，你过来，来！你要是能干啊，就别拿这些喂猪的东西糊弄我们；不想干，赶紧拍拍屁股走人，没人拦着你啊！我说，咱们这饭菜也确实太难吃了，难怪大刘这么跟你发脾气。不是，老怨人家。他刚才干啥去了？为啥现在才回来？干啥？不务正业呗。我看他那些心思啊，压根就没放在这儿。鬼才知道他一天到晚瞎忙些什么。
都什么臭毛病啊！你把这给我捡起来，捡起来！我们这有意见还不能提了？我说不让你提意见了吗？你就这么提的意见啊？且不说你对他一点尊重都没有，你这是浪费，知道吗？我关你禁闭，信不信？哎，陆科长，陆科长，你急什么呀？咱们上面领导给拨那么多伙食费，他把咱们食堂伙食搞得这么差，这让我们怎么尊重他？说实在的，会做饭的有的是，能干就好好干，不能干走人。他的岗位是局长给的，你要是有意见，找省里领导聊聊。这局长你当？同志们，你们说的对，我工作没有做到位，让大家受委屈了。从今以后，我一定改正。行了，我俩出去聊去。吃吧，都吃饭了。想我曹创，那也是个站着撒尿的爷们儿啊。当年凭着一手绝活，无论走到哪儿，那别人对我都得是高看一眼。现在呢，就咱局里那些个连胎毛都没退干净的小干警，对我那是想呲的就呲的，想损就损。不至于啊。不行啊，二弟。现在这样的环境，尤其是像我这种留用人员，有牢骚也得忍着。人最要紧的是什么？是对这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适应了，你就能忽视很多不快，哎，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适应不了呢，哪怕这幸福和痛快就在眼前，你都抓不住。你还记得这话是谁说的吗？崔胜文。哎，说到底呀，咱这哥仨还是老三最厉害。别看他岁数小啊，论起为人处事，咱哥俩都不如他。老三要是还活着的话，肯定混得比咱俩好。来，大哥，算了，这就咱哥俩，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别憋着。那我说了，你不许生气啊？说呀。到现在为止，咱俩还没好好聊过当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会出现盛文出事的事故现场呢？我知道有人要杀他。据报，保密局春城站行动处处长崔胜文决意投共，并欲将我军事布防图及绝密文件交于共军。经查属实，特令即刻将其诛之，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我给你发了明码电报。电报？我没收到。当时我正赶去接应盛文，但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一群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的袭击。当我突破重围追上他的时候，他的车就爆炸了。盛文，等等我！炸弹不是你放的。我在最后回答你一次这个问题，不是。我信。你那么激动干嘛呀？我以后不问了行吗？来，我罚一杯行吗？我自己罚一杯来。咱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儿，行吗？
否则你这条毒龙就会变成一条死蛇。能让我毒龙毫无察觉地靠近我身后的人，一定是个高手。请问阁下是？哼，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再一次让上峰失望了，连个崔西正你都没有干掉。电厂戒备森严，像你这种人，再去10个也未必能得手。而崔西正是党国叛徒崔胜文的父亲，又是共党极力拉拢的商界名流，炸死他，既可以警告那些向共党积极靠拢的人，又能震慑那些放弃信仰、妄图效仿崔胜文叛变党国的潜伏人员，顺便再干掉他几个共党的公安骨干，这叫一箭三雕，何乐而不为呢？长官英明。可你愚蠢，连连失礼，该当何罪了？那你是因为我没有完成任务，过来处决我的吗？现在正是党国用人之际，上峰念你以往的忠诚，暂且留你一条性命，戴罪立功吧。谢长官，请长官明示下一步行动。你先去启用你的地下联络站，随时等候我的命令。陆兄，请留步，这是送给你的小说，林徽因的《99度钟》。哎呦，无功不受禄，我怎么谢你？哎，谢什么呀？咱俩这是有缘。都是他的崇拜者。哎呦，你还挺懂事，不是明事理。那我谢谢你了哈，我这还有任务，我先走一步。哎，其实你要想谢我也可以。不是，那什么意思？我听说你们专案组案情复杂，人手奇缺嘛，我就想着我刚来，领导也没给我安排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你看能不能这样，让我进你们专案组协助工作？哎呦，你可抬举我了。进专案组的人员，那都是省里领导开会讨论决定的，我就一个科长，我真没这权。哎，你做事情要灵活机动嘛，我可以不占编内的名额，你只要让我跟着你们查案就行。我们调查的都是机密，我真做不了这主。那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吧，怎么办？还有规定，有纪律，那也不是我说了算的，是吧？你看，你也别着急上火，看在你送我书的份上，我帮你出主意啊。嗯。这样，你买根苦瓜，切成丝儿，放点糖，凉拌。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去火呀！我在跟你说认真的。我也很认真的在跟你讲啊。陆凯，你耍我是吧？我什么时候耍你了？我告诉你，哎，你我周雨涵一定折腾出点动静，让你看看。哟，那我等着。好。是公安局啊，公安同志，我是省公安社的，我们的物资在恒温山被土匪抢了，而且他们还打死了我们好多人。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向上级汇报。哎，你赶紧下去，快点！陆科长，陆科长，怎么了？陆科长，你们去哪儿啊？黑龙山。黑龙山，能带上我吗？带着你干嘛？我们执行任务去。不是，我正好，我太久没出远门了，我想出去散散心，这不是还有个空座吗？不是你散心，那食堂谁管？你就是因为厨房的事我才想去呢。听说那一带香菇、木耳什么的挺好的，我想采购一批，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不是你到底去散心啊，还是采蘑菇去啊？采蘑菇。上了吧。别动啊！别动啊！我踩刹车。我踩刹车呢。
大爷，麻烦您能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吗？见过的次数不是太多，而且离得太远，看得不那么清凉。那您能跟我说一说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征吗？哦，他的头发呀很长，胡子也长，说话嗡嗡的，听着呀特别瘆人。那他有什么口音吗？听不出来。我听出来了，反正不是本地人。这话怎么讲？咱本地人常说这旮瘩那旮瘩的，可他们说这地方那地方，一听就不是咱这旮瘩的。谢谢你们。这是我们在黑龙山案发现场获取的2枚弹头和1个鞋印。经过弹道检验和鞋印对比，我们得出2个结论：第一，枪弹是由美制汤姆逊冲锋枪射出来的；第二，鞋印是美军陆战靴留下的，而这种靴子是当年国民党部队装备给特种作战分队的，其他的普通部队是根本没有这种装备。报告完毕。也就是说，你们得出的结论不是土匪所为，而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从这次检验的分析上来说，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有意思了，在这黑龙山的大山里头，竟然藏着一支行动敏捷、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我有事儿干了。发现可疑信号。就是这儿，终于找到他了，马上报告。是。信号变强了。 出毛病了？什么意思啊？你过来看看，这不咱宿舍吗？是啊，这么可疑的信号怎么能出现咱们宿舍呢？马上向局里汇报。是。哪位？局长，我是侦讯科张明。哦，张科长，有事吗？局长，刚才，也就是凌晨2点15分左右，侦测车在我局宿舍一带。 侦测到了可疑的电讯信号，请您指示，我们是否进一步确定电台的具体位置，展开搜捕？对，你们立即确定具体位置，我马上就到。是。周局，经过排查，信号就在这个区域消失的，所有的可疑地点都已经监控起来了。我们要不要现在就行动？ 哎，厅长，你怎么来了？老周啊，让你的人回去吧，这儿的事儿我来处理。嗯，执行命令嘛。是。刘宁，收了吧。是。收队。哎呀，我说厅长，以后你能不能不要搞这种出其不意的动作啊？通知我一声啊，我也好配合你呀。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我是有阴谋，正因为有阴谋，所以得谨慎，不能寡而告之啊。哎呀，我这肚子唱空城计了。好说呀，上我那儿去整俩菜，喝一盅。上我车，走，上车。走。崔会长的刺杀案还没有头绪，供销社案又引出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这些案件看似指向惊蛰行动，步步相逼，可又找不到相关点，也不像是周密的计划。敌人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而我们总是在敌人的后边被耍得团团转，还得不出任何结论。哎，这个案子怎么就这么没有章法呢？窝囊。哎，坐下。我说陆凯啊，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你这毛毛躁躁的性子就不能给我改改？我知道，这个案子错综复杂啊，同志们一时陷入谜团，这可以理解啊。但是你不一样，你是老侦查员了，你要有老侦查员的素质。嗯，敌人为什么故布疑阵呢？啊？他就是为了要达到打乱我们阵脚的目的呀！你可不能遂了他们的心意啊，像个没头苍蝇一样的到处乱撞。要知道，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当中。我就不相信敌人作案他不露马脚。越是这个时候，才越需要你冷静、细致，用心去破案。局长，我就发个牢骚。您批评的对，我这就马上再去勘察现场，我就不信找不出蛛丝马迹了。哎，起坐。这是什么？这是大陆公安陆凯的档案。他目前担任侦破惊蛰行动专案组的副组长。此人聪慧过人，精明能干，也是共产主义的坚实信徒。他曾经化名打入岛军统，潜伏了5年之久。就是他，策反了崔胜文，投靠了共党。此人不除，很可能是惊蛰行动的障碍。同志二叔，除掉这个陆凯。可以不计手段，不计成本，不计方式，确保惊蛰行动万无一失。是。结账。哎，来喽。先生，一共是176，您是常客，给170就成。啊。哎，您稍等。先生，这是找给您的钱，您过数。曹爽表弟，寄人篱下，万般无奈的日子不好过吧？我们一直很关心你的处境，你要的活动经费已经有眉目，在解放公园见面。你来了。
你就是那个故弄玄虚的蒙面人？是又怎么样呢？蒙面与露面，皆由条件而决定。知道我这叫什么吗？霹雳春雷催绿意，含苞百会露峥嵘。该露的时候，我是一定会露的。坐吧。说说你去黑龙山的情况吧。前天我去了趟黑龙山，据我的观察呢，从技术上说，测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那一带治安很不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测绘的正常进行。治安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会暗中派人保护你。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带上你的测绘仪赶到那里，尽快的把黑龙山的地形图测绘出来。难呐，那一块地方太大了，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曹创，我提醒你啊，你装模作样是没有用的，因为谁都知道，当年你是军统的测绘高手，你绘制的长春布防图曾经获得过东北剿总总司令郁立煌的嘉奖，所以你就不用装模作样了啊。那测绘工具怎么办？购置一整套测绘工具，那要花不少钱的呀。够用吗？世道艰难啊。曹创，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这么点事儿，垂头丧气的，不还有我呢吗？走吧，我陪你到其他地儿转转去。这不太合适吧？这怎么就不合适呢？走吧。这不是那个张倩倩吗？这么晚了，她上这儿干什么来？不该你管的事儿，别瞎操心。哦，啊，我该回去了吧？我让你回去了吗？不是，咱们俩在这个场合，万一被人看见了，不管是对咱们的事业还是个人，都不太好。你觉得呢？你说的对。不过你这人特别没劲。其他人呢？正在附近勘察，这是在死者旁边发现的弹壳，是.45口径的枪弹，是科尔特 M1911手枪上面的。报告，这是在案发现场发现的目击者。你好，案发时您在现场？是，当时啊，我就在不远的地方钓鱼，没注意那个女的是怎么过来的，就看那个男的和你们穿着一样的衣服，从我身后面走过去了。不一会儿啊，我就隐隐约约听见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吵架的声音。接下来不到2分钟的功夫，那枪就响了。当时啊，那把我吓坏了，我又不敢靠近这里，就去报了案。那除了这些，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什么？没有了。那好吧，
谢谢您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再联系你。哎，好好。送老先生回去。是。你马上带人排查跟死者关系密切的人，任何一点都不要放过。是，陆科。张倩倩不是一直在追求咱们陆科吗？那咱们陆科还查不查呀？王琦，你这么说有意思吗？案发时间不到1个小时。哎，陆凯，1个小时以前你去哪儿了？局长办公室。我没明白，刚才你问我那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太在意了，干咱们这行的不都这样吗？杀死张倩倩的凶器是科尔特 M1911型手枪，用的是.45口径的枪弹。我们根据您的指示，从寻找凶器入手，但是最终的结果，打死我都不相信。凶手用的这把枪，竟然是陆凯的配枪。你敢肯定？你们怎么会想到要去查他的枪呢？主要是因为陆凯跟张倩倩之间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按照办案规程，我们就排查他。这太不可思议！正因为我也不相信，所以我才把他的枪，还有现场遗留下来的弹壳，以及从张倩倩体内取出的子弹头，拿去了省厅给专家做复查。但是复查的结果再一次证实了，凶器就是陆凯的配枪。你们肯定搞错了，查，再去复查。局长，我知道陆凯是您的爱将，所以您才不愿意承认科学鉴定的结果，你不愿意去接受这个铁的事实。眼见未必是实，耳听未必是虚。现在对敌斗争多复杂呀！我们做工作要给自己留有余地。谁敢肯定，这不是敌特分子搞的反间计？好，那您是否知道，昨天晚上8到9点钟他在哪里？他当然在他自己的家里了。这就对了，那您就是本案的人证。什么意思？昨天晚上在案发现场，他亲口对我说，8到9点钟他在您的办公室。什么？你再说一遍。昨天晚上在案发现场，他亲口对我说，8到9点钟他在您的办公室。周局长，陆凯昨天真的是这么说的，现场很多干警都听到了，他们可以作证的。刘宁，逮捕陆凯。快去呀！是。我这现在有点事儿，回头给你打过去。哟，什么事儿啊？
自打我参加革命以来，还第一次被自己人用枪指着，什么事儿啊？陆凯，你因为枪杀张倩倩，现在被正式逮捕了。逮捕我啊？看这架势也不像是开玩笑，你也不敢跟我开这玩笑。哎，嘘，你知道的，要是没有上级的命令，我肯定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劝你今天老老实实的，别玩别的啊。我不明白了，你说的别的是什么意思？陆凯，我不了解你啊，身手那么好，你会束手就擒的。不过我跟你说啊，我今天都是带人来的，你要是动起手来的话，你恐怕要吃亏的。你要这么说话，我还真就不爱听了。谁吃亏？哎，是谁吃亏？哎，陆凯，你干什么？躲开！陆凯，你这是拒捕，性质就变了。刚才不挺牛的吗？都给我出去！我跟你好好聊。你把枪放下。陆凯，把枪放下。可你来干嘛呀？出去！你是一个老公安了，你应该知道你这样做的严重性。你这样的行动就是拒捕，拒捕更会增加你的嫌疑，到时候你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了，你明白吗？来，把枪给我。